同样的一片天之下，共同的一颗地球之上，众生生命都是平等的啊。可是人类呢，愚昧，不能觉悟啊，不断的伤啊杀无辜的生命，所以啊，会招惹来了多少的灾难。除了对生灵伤害以外呢，还要对天地伤害。我们看到啦，也感受到啦，天地告急啦，灾难频繁了所以我们现在呢，正是需要静下来，静静的反省、忏悔的时刻啦。佛心是大慈悲心，伊来人间就是要提醒咱，希望咱人人呢，拢会当成为人间菩萨。师父的志向呢，是感觉佛陀既然有安尼的心，咱应该就要发心立愿啦。咱爱人间净化，净化人心呢，人人接受佛陀的教育。台北就有一群亚细亚的孤儿，就是为了战争，他们不得不被派到前线要离乡背井，来到台北，在战争的环境中变化了。他们不得不就是留在这个山上，从此开始注定了他们的命运回国不得也无法来到台湾就这样子呢，他们就也无法落籍在泰国，所以在这里结婚生主了，那生下来的孩子爸爸既然没有父亲，
那孩子也无法报户口啊。所以呢，一代一代的这样的生命的悲歌啊，就已经呢不断要一代一代的唱下去。有一段时间送炭到太北，但是有一位天主教的林小姐曾经去过，回来呢跟我说，她在那里呢住了4个月。她说有台湾的不少的团体去，他们都要很用心、很盛大的来做迎接。每一团去了，给的总是不多，台币1万啊，或者是15000啊，就要让大家呢要来跟他们照一个相，就回去了。所以呢，这位林小姐她就跟我说，她说这样不只是对他们没有帮助，反而呢给他们很多的负担啊！我听了心里呢就把这一件事情放在心里。过了不久，蒋孝严先生啊，他就来找我啦。我们在侨委会要从台北呢撤退了，所以呢他很不忍心。他知道侨委会撤退了以后呢，台北的这一群人啊更可怜了，所以蒋委员长他就来跟我说，希望慈济能接。我听了，我就想到了那一位林小姐跟我说的话，我就很快把她接下来，就请王副总啊，还有一群我们慈济人先勘察一处。看了以后呢，他们回来的报告啊，不管是摄影、照相，或是在文字上呢，等等看着，都是很令人心痛啊。就从那一年开始，王副总还有呢慈阳黄居士就组团去勘察去了解，去看了回来啦，就来分享他们的生活，拍下来的环境呢，真的是在看了真不甘呐。从此开始呢，我们就做扶困的计划那就是95年的事情了。那到了台北呢，果然所看到的台北很大，是台湾的几倍大，但是我们能去看到的地方呢总是有限，因为呢它一共有64个难民村，64个难民村遍布了台北的，实在是我们没办法一一走到。我们呢去看有4个村，我们就以直接重点，这4个村呢已经很大了呢。那我们就在那里看到了一个老人院收容所。这个老人院收容所那个时候有200多位呢，已经70多岁、80多岁的老人家，老了、贫啊、残障啊，因为战争的事情，所以残障啊，这都被集中了在热水塘那个地方呢，有一个这样的收容院。这个老人院呢，我们就把它呢认养起来，所以这一群老兵啊，
从那一年开始，我们呢就照顾他。年纪比较大，但是很有心，精神我也很感恩泰国的慈济人啊，古早我拢唔知影讲吼，泰北甲慈济人住的迄个曼谷是偌远吼，我都不知道。我只是说，迄拢伫恁泰国尔定吼，啊是毋是吼？恁吼逐个月去甲因关心遐个老人，啊因拢讲吼无问题啦，师父若关心，阮就来去甲因看。我到最近几年来，我才知影讲吼，原来呢，这曼谷要到台北吼，敢若到迄个清迈吼，就要15点钟的火车啦。啊，我以为讲是近啊吼，他们就要每一次要去就要坐火车15个钟头，那只是到清迈而已哦。啊，搁去哩个山顶呢，迄都搁毋知搁几点钟啊咯吼，很遥远。慈济人无受辛苦啦，那他们呢，还是因为众生苦难而付出，所以对这老人的照顾疼惜吼，那王副总也常常去给因看吼，所以这些老人呢，跟慈济呢建立了很深的感情。而且除了照顾这一群老兵啊，也要去辅导了这做山的人哦，种什么水果，或者是呢种茶。那因为他们呢开始都是唔知方法种哈，那也不懂得如何呢水土保持啊。那我们呢是教他哈，有一位林先生啊，本来都是侨委会派过去的，啊也在那里呢有了姻缘呢，也娶当地的姑娘哈。那这一位林先生，侨委会要撤退啦，他的家某囝拢伫遐哈，所以我们呢就把这位林先生呢雇聘来，专心的教导这一群人如何捡机接机哈啊，如何呢去储存这个雨水哈，那按怎去保护这样的土地。同时，我们看到他们住的房屋呢，都破烂不堪啦。我们慈济又在台北呢，也帮他们盖了4个村庄啦，吼，那叫做慈济村哈，让他们有安身安稳处哈，让他们安生活。经过了2、3年后呢，这有收成啦，他们种的梅树哈，按每样结果啊哈，摘梅子啊，摘下来，他们的路呢运不下来，所以在当地有一位慈诚队，我们的慈诚队，他很有智慧啊，他就只把它化开哈，就用水泥铺那个地啊，那个路哈，铺了一大段的路啊，让它坎坎坷坷哈，这种车辆行不通的，他把它整平，把它呢就这样整路哦。后来慈济人从曼谷到台北呢，要差不多20个小时的车程。他们专程呢，就是到台北去教他们梅子怎么摘下来，如何去洗梅啊那做梅汁，那安尼一罐一罐装好那这样的酸梅啊让它一瓶一瓶呢装好，从山上呢运下来那让他们去
嘛，那这样呢，帮助他们的生活。那个时候呢，王副总他们就说：“哎，囡仔爱读书的啊，是不是伫迄个所在起学校？”我就想，在山上盖学校找不到老师啦，要在那里盖的呢，就是简单的学校，那就是1、2、3年。我希望呢，把这些孩子脱离了亚细亚的孤儿，所以一定要在近太北的地方盖这样的一个学校，让孩子呢，差不多小学4年级，可以把他呢接下来。这个时候呢，他自己也要照顾自己啦，那也可以离开父母。这个学校也可以招生当地的孩子，也可以把太北山上的孩子接下来，让他们呢生活打成一片，而且孩子们呢也可以有学籍。那这样子呢，他们就不会是亚细亚的孤儿。所以呢，我们就在黄县盖这样的学校。这个学校呢，因为它的土地面积有20甲，所以我们可以呢，小学、中学，还留一部分呢，就是要盖职业学校，希望一贯的教育让这些孩子将来呢，可以立足在泰国当地呢，去发挥他们的所能。这就是希望工程。那我们的希望工程呢，在台北盖得很好哦，很感恩台北的慈济人，他们同样尽量呢，起当地，用在当地更感恩有一位华裔，但是呢，已经是太极的郑先生，他是营造厂，他很有心知道开始的时候在盖这个学校呢，很不顺利，因为语言不通嘛，要找太极劳工实在是竟然我们又不能从台湾浩浩荡荡的工人过去所以呢很困难，所以他把这个工程呢承担起来。哎呀，盖得好漂亮呢！所以我们呢，在泰国的慈济人真的挺勇敢，愿意到承担我们要教他们华语、英语、泰语，这样的用心耕耘下来，穷困的已经脱困了。这一群脱困的村民都纷纷投入了慈济当志工。所以因为有了志工，我们就可以落实社区互相帮助互相关怀，这都是要从开始的时候，我们一定要有那一份农夫的精神去做拓荒者。本来无所求回报，但是同样也有回报，就是这一群所在当地所在社区发挥那一份的父爱精神的志工，就是我们的所得到的宝。我们在台湾的25周年的教育事业体联合举办庆祝台北的10周年由校长老师带着孩子回来，孩子已经17、18岁了，
体格壮啊，那样的品德情操等等都很好啊。未开口先哽咽，而且久久说不出话，还要等他们把情绪稳定下来。好几位啦，原来呢，听他们的分享，就是说，他所住的是慈济的建的村庄房屋，那生活呢是慈济的，给予父亲有工作、有能力，可以呢有一大片的土地收成，让他们的一家和乐融融生活呢，能有来源又是呢，给予他们的教育又能来到台湾他感动又充满感恩，很懂事的孩子看到总是知道时间能成就一切泰国和他们的教义呢，他们敬师重道，尊重老师，古早的礼节现在还在用我就跟校长老师们说，这样的礼节不能取消，好的优点一定要留住，这样的教育礼仪好有礼貌光看了这一群孩子呢，就想到了在那个时候那一念间我们把它接，所以呢有现在的台北造就了多少家庭能安定下来，让多少孩子呢受到了良好的教育，这都是呢在一念间对的事，我们接下来做就对了啦。惠州呢，慈济的种子开头的，这是从南非一群台商他们到了南非去开拓他的事业。那曾经有过这种黑白的对立白人政府要去管黑人的，统治黑人，非洲的社会慢慢累积变成了呢，黑人对白人的政府呢起了反感，有人带头所以变成了呢对人类的仇恨。不只是对白人政府的反抗还有呢对亚洲人，他们都会起了仇恨的心。在地人原住民都是穷困的，那被白人瞧不起，被这个亚洲人赚了很多钱，他为他们出力，还是很穷困，所以呢，心里不平衡他们呢，一旦这个心态一动乱起来呢，那个时候真的是很乱要放火抢劫在南非，一位呢黄居士认识了我们台湾的龙董
第10，看到了慈济所做的一切，他感动啊，开始借这一粒种子呢，就已经在心中。同时，在南辉设厂的有张明辉啊，还有黄基士的姑啊，总而言之呢，有一群台商在南辉，就是这一颗种子从见闻，那跟大家分享，启发了人人呢这一份心。那个时候呢，也是南辉啊黑白呢动荡不安的时刻。有一天，就接到了黄基士的电话，记得那个时候，他就说：“师父，我想要把南辉的工厂那收起来，想要回台湾。”我就问他说：“你们为什么会到了南辉呢？”他就回答说：“南辉的工资便宜。”我是说啊，对呀，南辉的工资便宜，起当地资源，那赚了当地的钱，但是当地人呢，永远都是穷。要记得，脚踏在那一片土地，头顶在那一片天。假如呢，你们有心用爱付出，去帮助当地人，彼此用爱付出，有回馈呢，应该也可以得到了当地人的感恩啊。这一通电话，他呢就跟我说：“我了解啦，师父，我听懂，我知道要怎么做啦。”他就跟这一群台商啊，就把心稳定下来，开始如何计划，怎么样去帮助人，发起心来啦，就非常的精进。就是不害怕这个危险，勇猛精进啊！常常天天看新闻，都看到啦，都是呢那样的黑人，人人手上有枪，而且都是冲锋枪啊，在抢人。那慈济人开始呢，准备了物资。都会深入到了贫民区去做发放，回过头来换我担心，天天都为他们担心啊。可是他们这样做，的确呢，也是感动了黑人那一群黑人呐，祖鲁族啦，开始呢，在感动中呢，也默默的在保护的，从默默保护呢，一直到了表达出来，你们所到的地方，我们来保护，就这样的开始，感动了很多人，也启发了很多人的感恩心。慢慢的，那这一群原住民啊，就在动乱中呢，慢慢的缓和下来了啦。那他们的政府呢，就互相去互动啦，联合国开始介入啦，彼此之间呢，那就把政权还给黑人，所以这白人政府撤下来呢，那一大群的这白人呐，就突然间失业，那都失业吧啦。那我们本来所救的呢，是
人就是当地的原住民，但是呢，白人一旦呢一下子就没有工作，所以他们的生活也发生了困难。那一段时间呐，我们真的黑人也救，白人也救了，所以那一段时间我们叫做黑白救、黑白救那一段时间呐，我们真的都是呢这样在付出，看到他们黑白呢都缓和下来，就是在那个时候，在那一年呢，当地就开始了黑人感恩慈济人，白人也感恩慈济人，所以呢，黑白人都说我们要来举办一个感恩的祈祷会。我听到接到了信息啦，要有烛光、金色来供应给他。所以记得那个时候，我们的蜡烛还是用养乐多灌的就是赶快呢准备好了，就送到南回，让他们举行了烛光祈祷感恩会。那一场的感恩会办得非常的成功，黑白一起都在诚恳的祈祷。慈济人就开始说，黑人大家呢都很少有人受到教育嘛，也都很少有一技之长嘛，所以希望呢如何来训练他们的手工艺，或者是呢有一点技术才能去讨生活那白人就举手就开始说，我会做水电，我愿意来教导他们会有水电的功夫也有人说我会理发，我来教导他们理发。白人呢都开始了发心要传功夫，那慈济人也灵机一动因为呢在那里的那一批台商大部分都是呢开成衣厂，就是说我们也愿意为他们设批复工厂。刚好在那个时候，我们台湾经济很好很多的纺织的那当阵拢是时间布拢印花那有的呢布料印花呢印的不是很好他们呢都会把它给拍起来或者是退了流行的。记得好像呢有15个货柜的全新的布送给了慈济，慈济就把它送到了南回去，让他们有这个裁缝车，又有这样的布料就开始职业训练工厂，就为他们开了好几个的，让他们学习。可要知道，最近这几年来他们都会接到了那个外来的订单已经呢黑人把这样的工厂开得也是很成功那成衣也做得很好，就这样感受到了慈济的爱就从此开始了我们的这个爱的种子在南回撒播啦。这一群有的人也是有受教育的也有当牧师的等等
所以呢，他们接触到了慈济的法，就很开心，感觉到真正的做人的价值、生命的价值，来到人间，总是呢付出，因为自己受了多少的苦难呐、自己呢受到了过去是白人的欺压，那自己的家庭呢受男人的这种的家暴等等他们感觉到说佛教能这样尊重人权，尊重女权，尊重每一个人都是平等的，他把这样的话呢接收来了，就开始呢用英文来听慈济人说话。那他接受到英文，就为他们的诸鲁族来翻译他们的土话，所以就这样开始，我们南回有这么一大群的志工，从批复工厂走出来当志工他们开始呢接受慈济法。潘居士呢，他对这一群志工循循善诱，深入浅出。师父怎么说？他每一句话都师父说，我们的师父这样教，所以呢，每一句的上人、师父等等说的话，句句都入了他们的心坎里，就这样的投入，他们开始当志工，愿意去为艾滋病人付出。好，这都是呢，我常常在提起他们的这种花心立业难，很困难。第一，他们很穷；第二，他们没有交通器具，没有交通工具；第三，他们的体态都是很花浮，因为他们吃的都是薏米粉所以到了中年以后呢，总是很胖，所以行动实在不是很方便可是呢，艾滋病人南回地方黑人都是在交通很不方便的山岭上他们呢要去做关怀这一些艾滋病人，他们要爬坡爬坡真辛苦这么胖的那要靠双脚来爬坡实在是很辛苦。可是他们很快乐，他们边走路边唱歌，摇摇摆摆，一摇一摆都是往前走所以这样的到了这个艾滋病家庭他不怕，他知道要如何预防自己如何去清扫他们的家庭，如何来清洁他们的身体等等他们呢都是这样的用爱心同时穷把它拔苦了以后互为说法，开始他们会改归于恭维。从听话跟做一直呢到了自己真正的那一种的爱心是真诚的启发的那一种去帮助别人的快乐，他们呢真正的心灵跟真诚的爱呢汇合起来，所以他们会很自动自发开始呢去做那一份的爱的互动，爱的帮助那个时候也感恩台湾的政府农委会
也开始呢，也帮慈济来张罗啊。台湾那个时候已经这个粮食呢，那都一直呢鼓励贸易嘛那咱讲外来进口的咱生产的那就会可以送出去啊。还有呢，我们也开始呢送毛毯那就这样很大型的，而且呢是他们最最需要的，有的吃也有的温暖那这都是呢南非啊为什么会跟慈济连结的这么深好，这都是呢慈济的种子啊，粒粒黑珍珠，从此开始收来化长。可是现在呢，让我最安慰的，也是真正乐道的真爱公因的故事有一年他们回来的时候，我就跟他们说：“你敢那守在南非其实呢，其他的国家比南非更苦的国度，你应该也要教他们济贫要教富果然这几年来呢，他们就赖索托还有呢辛巴威还有呢史瓦济兰莫桑比克等等呢，它已经开始展开了啦。现在的付出呢，品质都提升起来了。当地的原住民不知道什么叫做孝，因为生下来大部分都是被弃掉的弃婴或者是呢生活很穷困没有像我们这里的就很完整的家庭，所以呢往往都是亲子之情呢都会离得很疏很远后来我们现在开始已经教导了他们呢，懂得如何去行孝行善，而且呢要给米之前呢都会有话向他们说话，那就是说他们听得懂的。为什么我们会这么苦从因缘果报开始这是鼓励他，你要振作起来。一切呢都是过去呢，你没有结好缘过去等等，说了因缘的故事给他听，再加上呢慈济的5毛钱的起因所以呢从那样的都是妇女的5毛钱，就可以呢让慈济做到全球这样的发放，这是很事实的、很实在的。这一边的那都是呢已经穷困中呢变成了心灵富有的人，虽然他们的生活没有改变太大，可是心灵呢改变很多。他们感觉到说我很富有，我可以呢有台湾来的米，我有能力，我可以借种台湾来的米给大家，看到大家的快乐，他们心里更快乐这种的心灵财富他越做越开心，越欢喜像莫桑比克呢，他们土地很大，就去募一些志工去租了人家的土地，那就是开垦种菜自力更生，用自己的力量去照顾呢孤老无依、病苦的人、艾滋病人艾滋孤儿等等他照顾的呢很开心这都是呢心灵财富这过去呢
他们的生活就是很穷嘛，那就是有人帮助他的，能过且过啊。可是现在不是，现在呢，努力自己能保，也可以保足别人那这样的能量已经出来了。所以每一次我们去发放白米的时候呢，都先要举行一个呢孝道，教年轻人要奉茶给老人家，要跪着奉茶。要有父母的他们都会举行一个为父母洗脚，带领都会教他说你摸摸你父母亲的脚底，是这么粗糙啊，可要知道他是多么辛苦来抚养你们的所以呢，他们边摸着父母亲的脚底呢，体会到父母的辛苦。那为父母呢奉上了这种吃的，也都要跪了呈上真的不只是给他们巴肚饱呢，还可以呢教导他们的礼节，启发他心中的爱，那样真诚的爱去付出。这是我就欢喜的啦，我真的很开心看到了这一群离我这么遥远地球的那一边黑暗的整个人的肤色都是黑的，现在粒粒都是发光的，师父的黑珍珠啊。